从小体弱多病、常年以轮椅代步的女儿，竟然杀了照顾她多年的妈妈。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却发现女儿的身体根本超健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迪迪·布兰查德谋杀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15年的6月，美国发生了一起女儿杀害亲生妈妈的人伦悲剧。在悲剧发生之前，女儿吉普赛从小就罹患了多种慢性疾病，无法正常行走，常年只能靠轮椅代步。不过，身为单亲妈妈的迪迪呢，并没有就此放弃哦，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女儿，母女俩励志的抗病过程成为了不少人的榜样。但是有一天，迪迪却发现沉尸在自家的床上，而且凶手还是女儿吉普赛。更荒谬的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所有的疾病竟然都是被妈妈装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推论这位妈妈在生前呢，应该患有一种叫做代理性孟乔森症候群的精神疾患。那这个事件当时也震惊了全美国。这起谋杀案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又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纪录片《亲爱又该死的妈妈》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根据纪录片当中迪迪列出来给医生看的疾病清单，他的女儿吉普赛出生3个月就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后来又陆续出现了视力低落听力不佳、白血病、肺部疾病、消化系统不良、癫痫、气喘、失禁、肌肉萎缩、下半身瘫痪等等的问题。等等，这孩子也生太多病了吧？就迪迪的说法呢，吉普赛因为有某种染色体疾病，所以有很多的健康问题。他因为瘫痪，所以要用轮椅代步；他吞咽困难，所以要以鼻胃管进食；他有气喘，所以需要呼吸器。另外，因为早产造成的脑部损伤，吉普赛的智商也只有7岁左右。那虽然命运对这对母女非常的残酷，但迪迪跟吉普赛都没有放弃。他们俩总是以正面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生病斗士的形象呢，也鼓舞了许多人是当地的知名人物。在慈善机构与当地社群的支持下，母女俩呢不但有免费的房子住，还获得了大量的捐款，平时更有收不完的礼物、免费演唱会门票乐园的通行证等等。但是他们岁月静好的日子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2015年的6月14日，警方发现迪迪沉尸在自家的床上，女儿吉普赛则消失无踪。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凶手不止杀害了迪迪，还绑架了吉普赛。可能到吉普赛久病缠身邻居亲友们都很担心，他在没有被照顾的情况之下，随时会陷入生命危险。隔天，警方循线找到了吉普赛与他在网络上面认识的男友尼克拉斯。但最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吉普赛跟印象当中那个虚弱的病童不同他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走路的正常人。而迪迪的死，正是她与男友预谋犯罪的结果。至于杀害妈妈的动机，吉普赛则表示自己再也受不了被控制的人生。纪录片当中，吉普赛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可以正常走路，但除此之外呢，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不清楚。他说，妈妈会不断说服，要他相信自己全身都是病，所以要常常去看医生，吃各式各样的药品。而为了塑造他病恹恹的形象，迪迪不但会要他坐轮椅、戴着氧气罩、用鼻胃管进食，还会刻意的把他的头发都剃掉。妈妈说，反正你吃药也会掉头发，我们不如就先处理干净。再加上迪迪宣称吉普赛体弱多病，没有办法上学，所以他也没有机会接触新的环境，交到新朋友。等于是他从出生以来，生活里就只有妈妈，长期处在受虐环境，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虐。吉普赛回忆在所有公开场合里面，妈妈总是会握着他的手。如果他说了不该说的话，迪迪就会改变握手力道，暗示他闭嘴，不要再说了。只有2个人独处的时候呢，迪迪会对他家暴，像是打了巴掌或是用衣架打他。他曾经试图离家出走，但迪迪在几个小时内就把他抓回来，用铁锤砸烂他的手机，并威胁他下次再这样做，被砸烂的就是你的手。另外，迪迪呢还会对外谎报女儿的年龄，强调女儿有智能障碍，是无行为能力者，借此暗示吉普赛就算他报警，警察也不会有所动作。
求助无门，也无力反击的吉普赛只能够任由迪迪摆布。直到他在网络上面认识了可以跟他分享心情的男友，情况才开始有了转折。吉普赛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了当时的男友尼克拉斯，两人交往了大概1年之后，吉普赛向男友坦诚了自己的困境。热恋当中的男友告诉吉普赛，为了保护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而在一次失败的电影院约会之后，两人开始计划谋杀迪迪。形容当天的深夜呢，男友来到吉普赛的家中，用刀刺杀了熟睡当中的迪迪。事后两人还在吉普赛的房间里面发生了性行为，然后才离开现场前往男友的家。而几天之后，迪迪与吉普赛共用的脸书出现了一则诡异的贴文，上面写那个婊子终于死了，底下留言还有我杀了这头猪，还侵犯了他的女儿。亲友们在看到贴文之后觉得不对劲，报警，警方循线找人才逮捕了吉普赛与男友尼克拉斯。而在一系列调查之后呢，法院认定吉普赛长期受到母亲的囚禁与虐待，最后以2级谋杀罪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至于帮吉普赛行凶的尼克拉斯呢，则1级谋杀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回顾这起案子，精神科医师推断，长期要女儿装病的弟弟应该是患有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根据美国国家医学百科收录的资料，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是一种精神疾病，也是虐待儿童的一种形式。照顾者呢会透过夸大、捏造或干脆制造病症，让孩子看起来满身是病，借此博取外界的关注。比如说呢，照顾者会控制饮食，让孩子看起来营养不良，要孩子服用药物，造成孩子呕吐或者腹泻。就以这一起案件来说，弟弟会根据看的医生不同，伪造不同的家族病史。带女儿去看医生时呢，他会用局部麻醉剂涂抹吉普赛的牙龈，制造过度流口水的现象。专家提醒如果有个孩子看医生的频率很高，却始终查不出身体哪里有问题，院方就要对此有所警觉。比如说呢，在2005到2014年期间，迪迪就带着吉普赛看诊呢超过100次。如果遇到有医生质疑病例，迪迪还会找各种理由搪塞。而至于代理孟乔森症候群的成因呢，学界目前还没有共识，但部分加害者在童年时期可能也有受虐的经验。另外比较遗憾的是，目前代理孟乔森症候群呢并没有确切的预防方式。但要是确诊医疗人员通常会先将病患与孩童分开，以利后续的心理治疗。那话说回来在服刑8年之后呢，2023年底吉普赛假释出狱，访谈当中再次说起了当年的谋杀案。吉普赛强调，虽然自己被妈妈虐待多年，甚至杀害了她，但他从来都不恨妈妈，也不觉得妈妈是个邪恶的坏人，他只是深受精神疾病困扰。同时，吉普赛强调自己心里其实并不希望妈妈死掉，只是当时的自己没有办法思考到其他的选项，因为当时外界对他的印象都是久病缠身、智能低落，即使自己对外求助，也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他才选择了这么极端的方式来逃离这一切。而当记者问到待在监狱里或是跟妈妈一起生活2选1要选哪一个的时候，吉普赛毫不犹豫选择了监狱。他表示监狱对多数人来说是不自由的地方，但对他来说却是他的心声之处。在出狱之后，他希望透过持续的发声，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帮助到与他处境类似的人。我们在看《亲爱又该死的妈妈》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好几度都要按暂停缓和一下沉重的情绪。片中除了还原这起悲剧的前因后果，也有介绍迪迪年轻时跟其他家人的互动关系，以及吉普赛与男友尼克拉斯交往的过程。老实说，每一段故事都很黑暗，但这集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呈现太多的细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我们非常的推荐你去找这部纪录片来看哦。另外，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有联想到，频道之前有介绍过严重程度比较低，可是更为常见的绿病症，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去看看那集的内容。好的，那话说回来今天分享的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案例确实相较呢比较罕见，有被报道出来的通常也都是很严重的，像是演变成凶杀案，看起来就很猎奇。但其实在被迫装病的情况之下，受害者会遭遇到很多非必要的医疗，像是没事被抓去开刀，服用不需要的药物，很多时候呢没生病都可能会被弄到有生病。而且不只是生理上的疾病心理的创伤呢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像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原本应该要健康长大的吉普赛，却从常年的受害者变成了妈妈凶杀案的加害者，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因为这起案件很复杂，网络上面针对判决也有蛮多不同的看法。像是有人同情吉普赛的遭遇，觉得他杀了妈妈也是走投无路的后果，但是也有人觉得只判他10年实在太轻，毕竟杀害直系血亲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但话又说回来，可能到他经历过的一切，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我们实在也很难判断，如果今天是自己，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那这集的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对于这起谋杀案的判决，你怎么看呢？
吉普赛从小就被妈妈控制虐待到长大，虽然杀人不对，但判10年已经足够了。比虽然迪迪的行为很病态，但再怎么样呢都不该杀人，应该让吉普赛继续坐牢。所以事件太复杂，旁人不太好多说话。既然法院这样子判呢，吉普赛就出狱了，那就只能够祝福。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迪迪谋杀案以及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此外呢，也可以点击的地方看看绿病症以及美国虐儿网红。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 Honey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你，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